我在知道我自己要结婚了，我就开始在思考，今天我们的小家庭，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高楼大厦的话，那它的地基要怎么打？因为我是 INTJ 嘛，所以我能够 get 到一个新技能，其实给我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很强的。但是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这肯定是一个人省钱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配合嘛，家庭配合。但你懂了，就是节流这个东西嘛，肯定是第一步，但是重要的还是开源嘛。我感觉你理财挺有心得的呀，讲一讲，展开。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房子如果是自住的话，由于它无法产生现金流，再加上大多数人是有房贷的，所以这样的房子它并不是一个资产，而是属于负债。大家好，这里是阿文与德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去分享一些人生课题和解决思路。我是阿文，一个澳洲留子 INTJ， 目前在宇宙上打工。我是德西 ESTJ， 韩国留子，然后之前也是在大厂打工，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类。哎，那你现在回头看一下，你觉得之前的支出哪些是认为你花的比较值得的，哪些是你觉得说没有那么必要，然后就交了智商税的？不值的话肯定是当我主人的包，然后还有漂亮饭啊、极大池的咖啡啊这种，因为这种是纯消费，就是我如果拿来复利的话，我都不知道有多香，你知道吗？现在想想，然后值得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知道我自己要结婚了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今天我们的小家庭，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高楼大厦的话，那它的地基要怎么打？那在反复的思考和就是去问询了之后呢，得到的答案应该是保险。所以我的保险支出我是非常乐意和觉得很值得的。今天有了保险去转嫁风险了之后，我觉得我就剩下的我和他一起共同的努力去建造我们的这个就是高楼大厦了。我就不用再担心就是地基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给我的狗子，就是我给我的狗子用，我觉得可以，就是这种感觉。给狗儿子花钱就是值得啊。对啊。我是那种物欲比较低的类型，购物给我带来的快感其实比较少。我比较愿意在两个方向花钱，一个是旅游，一个是知识付费。对啊，诗和远方吗？对，我每年，旅游的话，我每年都会有一笔预算是专门用来旅游的。我是觉得旅游能够给我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治愈。它不仅能说让我去了解看到不同的世界，然后了解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地方的风景，然后了解当地的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故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能把我从工作中那种状态完全抽离出来，对，然后能够很好的吸我的班味。你确定能完全抽离吗？不会信息膨胀？我不太会。那挺好。对。第二个方向是知识付费，我是比较喜欢在这方面花钱的，比如说买一些我喜欢看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读书的 APP 的会员，要么就是买一些我感兴趣的课程，比如说羽毛球、滑雪这样的一些课程，我这方面是会比较不会犹豫去花钱的。对，然后其实这方面花钱花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一种身心的愉悦，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是 INTJ 嘛，所以我能够 get 到一个新技能，其实给我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很强的。就我在进步嘛，有这种感觉。对。你确定买了看了吧？看了。有没有买了没有用的？也有，你就是买了没有用的一些电商的会员什么的。比如说我其实之前买过某电商平台的 Plus 会员，想着能够去免运费，然后用券什么的，这个钱肯定是能赚回来。但真实情况来讲，没赚回来。对，就是你买了之后就忘了。其实我买的东西又很少，所以那个钱大多数是赚不回来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视频的会员，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比较浪费的，因为比如说我可能也喜欢追一个剧，然后有的时候头脑一热，可能就会买个1年的会员。对，但是可能下一部喜欢的剧可能又在另一个平台，然后又得开会员。你这样七七八八加起来，这种沉睡的权益，我觉得1年也是血亏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会员，它有的时候还会自动续费。现在我就学聪明了，我就会手动把那个自动续费都取消掉。只开1个月。只开1个月。那确实是受到教训了。就听起来怎么感觉节流比这个当家主母有心得呀？听着有点阴阳怪气。那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夸奖你啊。那说到节流，那你是怎么去节流的？就是现在我在付钱的时候，我一般会问我4个问题。就比如说，
你买这个东西对不对得起你为之付出的时长？就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几万块钱的包，那我得工作多长的时间啊，对吧？那结果还是想买，那我就会问他，你真的是必须要买的吗？那必须要买。那我接下来就会问说，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啊？如果有替代，你去买平替的不行吗？啊，没有，那我就会说 OK， 那你今天说你去查一下是不是得原价支付，去找一些就是省钱的折扣。对啊，基本上这4个问题下来，你懂的。追命4连扣，你这4个问题问下来，确实很多消费都能被屏蔽掉。但是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这肯定是一个人省钱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配合嘛，家庭配合。对，我之前其实就想问，就是如果你的队友不支持或者不配合怎么办？首先广智很配合，但是我如果就是因为我之前把我的那个分类那些东西就是给到了我的结婚12年的好朋友，然后他的话他就说就是已经基本上 cover 掉他们家所有的支出了，但是他的队友可能是相对还不太配合，然后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小招，我说那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就是你先自己运行一下，然后你把那个提升型的消费具体可以省下多少钱，你大概算出来，乘以12。1年嘛，然后再乘以你们现在当前理财的最大的一个利率，把它那个总额算出来，你摆到他面前去看。今天你看，就是可以省这么多钱出来呀，对不对？烈，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被你这个当家主母拿捏了。但你懂了，就是节流这个东西嘛，肯定是第一步，但是重要的还是开源嘛。我感觉你理财挺有心得的呀，讲一讲，展开。首先分享一下现金流的图吧，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让我们了解说现金是如何流动的。这2张图上面是收入和支出，下面是资产和负债。你会发现打工人的现金流和富人的现金流是有很大差别的。打工人的现金流主要收入是通过工资来去获得收入，而富人的现金流更多是通过一些资产去产生的被动收入来提供收入，整个它的收入结构会更多样化。而支出上，普通人会先把收入用于支付消费和偿还债务，只有很少一部分钱来去购买资产。而富人的话，消费和支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更多的是会把钱用于购买各样的资产来去产生更多的被动收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房子如果是自住的话，由于它无法产生现金流，再加上大多数人是有房贷的，所以这样的房子它并不是一个资产，而是属于负债。那我确实是没有准备要买房子，我觉得还是先存钱吧。普通人的思维方式是收入减支出等于储蓄，而富人的方式其实是收入减储蓄等于支出。你别看只是简单的调换一下顺序，其实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现在就是学着富人的思维方式去优先去做一些储蓄，然后有意识去做一些投资，这样的话等到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有钱去抓住机会上车嘛。希望也能够早日财富自由，再加上一些精神上的意念上的选取。我是富人，我可以变富，我绝对会有钱。这个我确实挺赞同的。我觉得就是虽然说现在兜兜里面还没有多少钱吧，但是我觉得首先要认知和这个能力涨上来了，然后再去做后面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理财投资就会可能更容易一些吧。认知在财富之前会更安全。控制消费有4个很明显的好处，一个是能够有效的节流，这样的话能够更快的增加原始积累。第二个的话是可以很有效的去减少生活中的一些摩擦损耗，因为比如说你像收纳呀，或者是选今天要穿什么衣服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蛮消耗的。因为我天秤座很多事情选择其实是蛮困难的。然后第3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抗风险的能力会很强，因为你手里有钱了之后就不慌嘛。对，我觉得第4点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很好的提升幸福感。叔本华说欲望是无尽的，当一个欲望被满足，下一刻一个新的欲望就会产生。满足只是暂时的，控制欲望才能摆脱欲望的控制，获得真正的幸福。那叔本华还有没有说了这么多的理论知识啊，有没有一点落地的东西啊？来点干货。我每个月工资到账的时候，我会把一部分固定的金额转到一个单独的账户里边，然后去进行储蓄或者投资。可能作为一个金融消费者来讲，投资就是我最大的消费了吧。那我觉得你得
重点讲一讲，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重点想要吸收的部分。我其实是会分成4笔钱。第一笔钱是用来保命的钱，对，然后这笔钱我会用来去买一些保险，主要是用于大病医疗、百万医疗、意外保险，还有一些这个重疾险之类的，用来对抗风险。如果大家对保险的配置感兴趣，我也可以出一期跟大家聊一聊。OK， 然后另外一笔钱是活钱。主要是用来去 cover 我们日常的花销的，比如说像我的话，因为我会去做那个花销的 review 嘛，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我1个月大概会花多少，我会留大概6个月到9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部分钱来去作为活钱，然后这部分钱会放到这个货币基金里边，然后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财。然后第3笔钱的话是用来去进行中短期投资的，那这部分钱我可能会放在这个股票基金里边。对，会去追求一些比较高的收益，当然相对来讲我也会需要去承担一部分的风险。然后第4笔钱的话，最后一笔钱是用来进行长期投资的。那这笔钱我目前会通过买一些寿险或者就是理财型的这样一个保险的方式去锁定一些远期的收益，然后也会去定期的去做一些黄金的一些定投，对，来去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保值储值吧。对。几年坚持下来，收益还是不错的。学到了，就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财富的结构模型。我觉得我这个当家祖母，我得好好吸收，然后就是看怎么运用起来。哎呀，聊了这么多，无论是通过记账区分刚需支出，还是提升型消费，还是买前灵魂的4连问去尝试捂住钱包，其实最后都指向了一个核心：把日子过好。以前觉得精致穷的消费才是活在当下，现在才发现，其实对自己的血汗钱有一个强感知和掌控力的时候，才是最有安全感的。无论是节流还是开源，本质上是在做幸福投资，把无意识流失的钱转化成有意识生长的资产，把被消费主义定义的快乐升级成自定义的满足，在追求财务自由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富足，才是我们要寻找的康庄大道。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和启发，欢迎一键3连。如果你也想知道自己的钱花哪里了，不妨用我们的方法去复盘看看哦。你有哪些记账的小妙招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人生课题和解决思路，欢迎关注我们。遇事不决怎么办？找找阿文与德西，下回见喽，拜拜。